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。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，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。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。他打我，是真下狠手。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，楚少华怎么可能相信呢？挨打也就算了，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？不是说好了，只是威胁一下，绝对不开枪的。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，楚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了。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？应该是。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。天哪！哎呀，二妞，你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差点死了。他们那天真的开枪了，真的开枪了。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很心疼你，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本人夏元，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，请求与之结为夫妻，为表诚意，本人郑重承诺，以首元药妆之30%股份作为聘礼，赠与白冰心小姐。二妞，下个月你将是夏元夫人了，同时，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。为什么只有30%？你不是已经答应我，要给我1半的？那至少也得有4到5成吧。为了保住我在东北、华北的分店，我不得已让给小村制药3成的股份。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了。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。到那时候，就算给你1半，还不如现在的1/5。我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也都是为了你。我现在能给你的，全给你。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，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。二妞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，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，你们俩的感情就彻底决裂了。你没有回头路，知道吗？没有。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要超越楚韶华，对吗？你亲口对我说的。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咱们有配方，再加上我的实力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久的将来，你将成为全中国，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、最富有的女人。亲爱的，正是你的野心，正是你的欲望，不能有杂念啊！
配方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2件事情。说。第一，永远不能伤害韶华；第二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，绝不能给日本人。亲爱的，这么好的宝贝，只属于咱们2个，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？啊？这就是楚少华给你的。自己看看。二妞，我很遗憾，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，但也无奈，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。随信附上一张支票，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，翻倍买下我的房子，我再补偿你8万大洋，算是对我们这一世姐妹情的交割。韶华，小心！走。你没听着吗？我的常客到了。老板，刚才谁中枪？哦，演电影那个白小姐。人呢？送医院了。送医院了？哪个医院？哦，最近的医院，上海医院。这人都送医院了，咱们还演不演啊？咱们接到命令，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。是啊，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少华，做做样子吗？你说咱们怎么办？哎呀，人都不在了，还演什么？走吧，走。少华。大哥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还有机会的。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。这件事情确实怪我，将来我一定会补偿给你的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我没有那么悲观，就算没有了万灵丹，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，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。你不懂。咱们的宾客还在呢，伙计也在，商客也都还在。那只是暂时还在，我拿不到万灵丹，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，他会摧毁我东北、华北所有的基业。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房子？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？啊，重要的是先活下去。你刚才答应我的，绝不会把房子给日本人。那我怎么办？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，就是万灵丹。你骗我！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？啊，有用吗？那楚少华还骗你呢，我怎么就不能？夏雨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因为你太蠢了，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，我居然还想娶你。
我真是跟你一样蠢。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。组织上决定，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，越快动身越好。那我负责的工作呢？另外有通知解体。我服从组织的安排。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名单上，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，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。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，你放心吧。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，也关乎着抗日大局，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。另外，组织上特批，在走之前，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。什么意思啊？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，但他的所作所为，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所以，关于你的身份，还有夏初致死的真相，你都可以告诉他。今天又失败了！你这个没用的蠢货，蠢货！出了些意外。意外嘛？你们这些中国人就只会吹牛、说大话，吃屎了！我们还有机会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看在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帮帮我。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，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！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好，但这一次必须听我的。哎，回来了，还没吃呢吧？我今儿做了条鱼，给你留了一半，可新鲜了。韶华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！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，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，而且都有照片。你看，这儿。没事儿的，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，就算过去冒出来了，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，对吗？不管我去哪儿了，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。前2天发生的事上报了，什么事啊？我用个电话。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，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，手举左轮手枪，高喊“搬掉抗日绊脚石”，连发3枪。连发3枪啊！哎，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，竟敢刺杀行政院长。那刺客现在呢？死了。死了。老板，我看看。不过，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：“快去看看地图吧，整个华北、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？我们要亡国了，我们要成亡国奴了。”
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直都在。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？现在也不晚呀。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好。姐，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，我已经帮你答应了。二妞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俩？对。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，约他到这儿来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。夏元，咱们2个已经分手了，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，我就能干什么。二妞，还在生我气是吗？我要离开你。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舍得离开我吗？是。你给了我很多钱，给了我名利，给了我光环，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、无情、无耻。你让我背叛了韶华，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。二妞，认清现实吧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哎，你只要给韶华打这个电话，那纸婚约依然有效。你要的婚姻、名誉、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夏老板，人是会变的，我不需要这些了。名分、金钱，我都不要了，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。你说你想要什么啊？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？你说的特别的对，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。我折腾了半辈子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是一段真正的感情。二妞，我爱你啊，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。你不能，那你也不能离开我。求你了，二妞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离开我。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？不想让我走啊？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就不走。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断绝和日本人的关系。疯了吧？你清醒点好吗，二妞？我跟他们断绝关系，
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寿元药庄、菊景堂就都完蛋了。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？我的家人怎么办？都得死！我怎么办？我都得死！我告诉你，到那时候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夏元，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。什么？但是晚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要了，我不当汉奸。呸！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在别人眼里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，他早就想弄死你了。咱们没有退路，咱们只能放手一搏。少华有一天要报复我，我认了。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，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，你也得认。我不，我绝不。我们各走各的路了，夏老板。大哥，韶华，哎呀，我的韶华回来了。大哥，还好吗？我好，我好得很呢。小宝呢？他在当学徒，1周回来1次。宋平呢？他在王掌柜那儿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想带你们去上海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没有的事儿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那时候三掌柜找过我几次，只说了要买池春堂，根本就没说万灵丹。再者，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，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？他们的确是卖了，但不敢跟你说呢。不会，那个凭证我都看过，上面只写了池春堂的招牌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，而且只卖了160大洋，根本不是什么180大洋啊。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？你还能找到吗？哎呀，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，去哪儿找去？大哥，要不咱们就再找找。的确是找不到了。哥，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？没有。那周燕的呢？也没有。要真是找不到的话，我就跟你回上海。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哥，别着急，就算找不到，咱还有别的办法呢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凭证不是1式3份吗？咱有1份，夏元有1份，安克堂那儿还有1份啊。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，安克堂也关门了。但人总能找得到吧？只要咱找到雷玉婷，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。雷玉婷，民国19年就死了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大爷，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？都在里边堆着呢。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大爷，帮帮忙。跟我来吧。都在这儿。好。
是这把钥匙吗？别搞错了。不会错啊，上个月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。哎呦，开了。好。你们自己进去找吧。好。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要不这样，哥，你去那边找，我在这边找，咱们先从民国5年找起。好。跟我差不多高，眼睛很大，很瘦。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？姓周。哎，对。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死了。民国6年，少华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看。咱们去那边去，走。好。来，哥。就是这份。现在眼下的状况对少华非常不利，必须把水搅浑。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，就说是楚理事和周燕的，双方没办法辨真伪，法官也无法判断。不用了，文大哥，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，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。那太好了。夏老板，楚小姐，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。夏老板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可这要一开庭，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。主审官，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，我方请求法庭判定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原药庄，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原药庄。被告律师，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，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？法官大人，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被告律师，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？法官大人，首原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“空口无凭，立此卖契为证，一式3份，利契人、执契人安克堂各据1份。利契人的那1份已经找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。大家请注意，2份契约非常相似，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6个字。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，要么已经去世，相比之下，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。
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，根本就不是他们2人的。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揍你！6个按手印的人中，3个已经去世，1个下落不明。但是，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，并且就在法庭上。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。鉴定就鉴定，谁怕谁啊？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楚小姐，同意现场鉴定吗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上当了。上当了？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，应该是假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，就等着我们去拿呢。法官大人，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。你们是不是心虚了？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我方请求暂时休庭。那怎么行？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。安静，请证人高千亿。证人，介绍一下你的身份。我叫高千亿，是守元药庄的2掌柜。呈证据。取指模。法官大人，其实不必取指模，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，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，而我10个手指头都是簸箕，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。但是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，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，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。高千亿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结束再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高先生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，为我仗义执言。其实啊，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，手段就很下作。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，那就太没天理了。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，才站出来的。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，虽说无奈吧，但也是出自自愿。楚小姐，您也知道，这守元药庄啊，
一直只做生药批发。民国5年，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，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，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。与此同时，这关东帮和齐州帮，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，打了数年，难分高下。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。他先让伊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，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。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。哟，这么早就送过来了？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，把你大哥人赃并获，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。由此，他便收服了杨三爷。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，欠下了高利贷，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。正是。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，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，等该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却失踪了。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，戳穿了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。哎，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，他心中不忿，便卷了一笔钱逃了。二牛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。我该上船了。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？哎，没什么打算。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，着实累了。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。万灵丹是保住了，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你也不用过于愧疚。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，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、师徒之义呀。当然，也舍不得那份俸禄。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，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。是为什么呢？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。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，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我虽庸碌之辈，但是舍国家安危、民族大义，高某绝不会含糊。先生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，赤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。楚小，楚老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告辞。馄饨啊，谢谢您。他固定会在周3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。一个人？是，我去看过了，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，动手也方便。先生，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。哦，是吗？
前2天，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中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，毕竟有一定的限度。此外，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，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，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。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？但是他最近在政治、军事、国防、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，好像心思变了。他真的会打仗吗？我不信。但是看眼下的情况，可能由不得他了。我判断，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，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。你那边呢？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。之前看好那块地，本来都快签合同了，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。我私下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。马俊才的人？应该是。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。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，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。我马上着手。好。哎呀，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，就到这儿吧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少华，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？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。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啊？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？哎呀，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。平常都是你一个人，今天咱俩一块儿，行吧？哎，春慧，那你去吗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最近多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就在那儿。今天人挺多的。你先坐啊。老板，2碗小馄饨。好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我最近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。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？难说。谢谢啊。哦，那边有唱戏的，走。哎，夏老板来了。这人谁呀？夏老板，你认识他？齐州药铺做生意的，谁不知道首页药专的夏云夏老板？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，就太好了。哎，夏老板你好。哎，二妞。二妞，麻将了！小心！
我帮你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先付个定金，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。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，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可是关东帮啊，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。行吧，好，里边付款，请。这位大哥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。这位姑娘，谢谢你啊，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，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，价格也公道。不是，没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多什么嘴啊你？真晦气，什么玩意儿？骂谁？我骂你，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，你敢打扰我做生意？好了，你卖假黄芪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放屁！你看，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，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，但是中央无髓，还有这射线，你看，它也没有裂隙。你是齐州帮的吧？啊！大伙儿听着啊，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。对，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，那满嘴喷粪，血口喷人。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！别！哎，唐老板，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，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让你看，有人陷害我呀！这是栽赃陷害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娘，我问您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，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？没看见。韶华，二妞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呢。我也到处找你呢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哎，给你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油饼儿啊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没有。你一定有事儿。我过2天再告诉你。那我也有事儿，也过2天告诉你。啊，你也有事儿。大哥，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？便宜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啊，卖家着急回家，全部贱卖给我了，正好做万灵丹。那钱你都付了？啊，人家货都送到了，我能不给钱吗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你可别买到假货了。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，都是真的。不信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没错吧？但你做万灵丹一担就够了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哦，卖家说，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，就给我50大洋1担。我想了想，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？400大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账上的，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，正好。那，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，对吧？你傻呀！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，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，卖家也未必肯。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？黄芪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不知道，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。如果我造假，我唐又基，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。三爷，老唐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的黄芪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吉州的，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您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，显然是伪造的。
他就是伪造的嘛！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？齐州帮，齐州帮，唐耀吉，你就是只鸡！你们卖假货，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，不给你们做生意，这碍我们什么事儿？放你的狗屁一大街！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来呀，毛儿，给我上！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？三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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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夏老板呐。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，那我就陪着夏老板，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。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。哼，难道不是你啊？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，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。这事儿，他还真不是我干的。被谁抓走了？好像是齐州帮的人。因为什么？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少忠被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，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人放出话去，说我要高价收黄旗。嘿嘿，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。今天交货的时候，人赃俱获。夏老板，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。对呀，他死不承认。我觉得呢，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。今儿这货完璧归赵，人您随便处置。王小哥，你看见我哥了吗？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太监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让让！不要扔了！不要扔了！别扔了！别扔了！少华，大哥，快救我！什么情况？现在？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，然后私刑处死。什么？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，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。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买啊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三爷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哥炮制假药，伤天害理，就是死罪。不是，那黄旗家家都有，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？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？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，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闪开！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，他住那个云来客栈。西北来的黄老板，早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？他找车夫运来的呀。哪儿的车夫？长什么样？他嘴角有颗痣，胸口有个达字。池春堂。对，一共8担黄旗。哦，对，有这回事儿。哦，那是谁雇的你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。他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？那可远了，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，村东头有户人家，就那儿。
哎呦，唐老板来了，三爷起了吗？早起了。好，到这。杨三爷，不能进。杨三爷，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。哪来的野丫头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轰出去！哎呀，走走走。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，又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楚朝忠的妹妹，楚朝华。哼，我认识你。三爷，就是这个臭女人，说我卖假黄旗，还打人。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。不客气。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，那我作为他的妹妹，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？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，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？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，要是一时多嘴，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？有道理，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，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，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，那有一个院子，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、染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哥是造假之人，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？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，他说租他院子的人就是个西北人，根本就不是楚朝忠。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？好，那请问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，是装假黄旗的麻袋。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，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，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，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。三爷，你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，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，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。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，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。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？那谁知道啊？杨三爷，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，但他是无心之过。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，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。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没了。那就当买个教训了。这以后啊，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好有迟春堂呢，咱一点一点的做。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，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少华，其实还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说。哥，干什么？哥，干什么？少华，别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上去！放开我！少华！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？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。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？大哥，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，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。账期半月，利息5厘，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。按照他们的规矩，超过3天就要砍掉一只手。但是你们先别急，我好说歹说的，他们说可以缓3天，不过超过3天以后，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，一共390大洋，必须给他们送过去，不然
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。那还活得了吗？390大洋。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，还有这个院子了。我已经去找了牙行，另外4心8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，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牙。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娘，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！我哪还有钱呢？不是，那你还有些首饰呢？这都不值钱，你看看。不是，你就别再逼娘了。她要真的有钱，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私房钱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。要卖就卖池春堂。什么？之前我听你哥说了，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。池春堂不能卖，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。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，我看你们谁敢卖！人都没了，有的招牌有什么用？卖！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甭说池春堂，把我卖了都行，卖，都拿走。明儿我就去买。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，万灵丹的方子。我想学。不过爷爷啊，要嘱咐你一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爷爷，我是女子，不是君子。为国事谋，与人为善，此心光明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。爷爷，我也想当君子，要做大事。池春堂，池春堂。王叔，谢谢您，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。哎，你别客气，只是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帮着一点点，实在抱歉啊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您能帮我们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楚家大娘，楚家大娘在家吗？哟，三大娘啊！啊，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。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？你猜怎么着？遇着陈家老爷了。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。他说呀，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。陈家，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？哎呀，不是他还是谁呢？你们呀，赶紧准备，别等人明天上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回家做饭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走好啊，三大娘。哎，他说，明天陈家老爷要来。娘，手中有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陈家来提亲吧，啊，他总得下聘礼吧？手中是不是有救了？如果真能这样，那可太好了。是啊。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听韶华说，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。那不行。明天不管怎么着，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。你看合适啊？多好看呀！来，听话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，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，戴上。听话，多好啊！戴上啊！哎呀，娘，你去门口迎陈老爷去。哦，对。哎呀。来，我们的口红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给我杠着啊！听话。哎呀，你别动！哎呦，楚嫂子，咱们这是10几年没见了吧？可不是说晌午才到吗？这么早？哎呀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这得赶早啊！啊，哎，大帅，这是楚婶。哎，好。
快请，请，走吧。来，进。韶华，哎呦天哪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都来了，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楚韶华，你今天必须把陈大事给我拿下，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，听见没？周燕儿，快！走！哎，来了！走，你给我快点！哎呀，这是陈叔吧？这位儿媳妇。这位大哥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再多看看几家，再付款。邵夫人呢？你好，周燕儿。哎呀，这是姑爷吧？哎，妈呀，姑爷，这是一表人才啊！哦，妹，姑爷，陈叔啊，陈叔，陈大哥，是韶华，楚小姐，对，韶华。哎呦，这一晃长这么大了。哎，我来，给我，屋里坐吧，陈叔，姑爷，好，请，陈叔，请。好。娘，哦，快点，妹，快点。坐，陈叔，坐啊，姑爷，来坐。哎呀，嫂子，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，这几年生意太忙了，我和大顺呐，一直这也脱不开身，这一年一年的，就耽误到今天。没事儿，陈叔，好事不在忙上。嫂子，今天来呀，就是为了大顺，还有楚小姐的事儿。是啊，陈叔，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把事儿办了。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说起来，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，这你看。是啊，陈叔。不过啊，陈叔，你看，您呢是这个方圆100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那我们家爷爷，虽然我没见过哈，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。那你说你们这2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，那即便是一句戏言，那也是一言九鼎。现在这都是民国了，这年轻人嘛。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啊，不一定都能接受的。哎呀，陈叔，我跟你说，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姑爷满意不？娘，你看，什么叫天赐良缘？这就是天赐良缘呀！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。对。哎，叔，来，喝茶。叔，不瞒您说啊，陈叔，前些年呀，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，说什么当年呀，陈家来主动结亲，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。现在呢，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，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，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。我当场就跟他们急了，我说你们不许胡说，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吧，陈叔？喝茶啊，姑爷，喝茶。陈叔啊，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？娘，我查过黄历了，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。娘，哎呀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，嫂子。叔啊，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，姑爷都千恳万恳了，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？真是的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啊，我和大顺这个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别，叔，那正事还没定呢。哎呀，改日再定呗。啊，嫂子，那。我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大顺，爹，咱们走吧，啊，不是，哎，陈叔啊，陈叔，出婶，先走了。他这不是，
陈叔，哎，娘，哎，陈叔，哎呀，少夫人，你身子重，就别送了。不是，陈叔，你听我说，留步了。陈叔啊，哎呀，您听我说，哎呀，不用说了，我的意思你明白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咱们两家的事呢，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，好吗？哎呀，没时间合计了。啊，不是叔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，咱们就把这好事给定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好事不在忙上，如果定了，也不急着这1、2天呢。要是定不了，这不就更不忙了吗？啊，告辞了。别，哎，陈叔，姑爷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陈叔，哎，韶华，你快出来送送啊！姑爷跟陈叔走了。韶华，不是陈叔，韶华，楚韶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呀，到底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陈家不结亲了，不要你闺女了，少主也没救了。楚韶华，我的少主该咋办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人家都上门了，你把自己关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也不出来招呼招呼，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？啊，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。你不嫁，你哥就得死啊！人家也没想娶我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行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，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？楚韶华，我告诉你，就凭你的长相，你能攀上人家陈家，你已经烧高香了。你摆什么谱啊你？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？你窝在这家里，你吃糠咽菜呀你！真是的，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，你个白眼了啊！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，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，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！拿着，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。我问我哥。哎，拿着，别跟你嫂说就行啊。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？要是少主有个3长2短，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？娘，闺女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太自私了吧！韶华，娘求你了，你可得帮帮你哥呀！他从小是最疼你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你得帮帮他呀！求你了。爹，在药市上认出假黄旗，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，就是韶华。你确定吗？她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回头再送一些谢礼去吧。爹，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？继续拖呗，能拖个1年半载的，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。我觉得韶华挺好，我没说韶华不好，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，但是她娘家什么样，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？你要是跟她成婚，将来必定麻烦不断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免得将来被拖累。哎，